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粉丝出戏了，直接带着程毅上了央视焦点访谈。程毅又上央视了，这次却不是因为他的新剧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电影票房，这次上央视的是他的粉丝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他的粉丝。话说回来，程毅的粉丝也真是有点不一般，直接带着偶像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，还能让观众一眼就认出他背后摆满了程毅的周边。这不，央视的镜头一转，桌子上那些签名照、周边商品赫然在目，粉丝们看了纷纷表示，这是我们的程毅哥哥。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数据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为了偶像，几乎把偶像的每一个动态都当成任务来追踪、传播的粉丝。而这位粉丝显然是数据果中的佼佼者，他不满足于简单的线上互动，竟然能把偶像的周边产品带到央视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。这种做法既有点硬核，又充满了粉丝的真情实感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出奇制胜的味道？讲真的，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这种互动，放到以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。谁能想到，居然会有粉丝在镜头前直接展现自己的爱豆文化，完全没有任何遮掩。说实话，程毅的这位粉丝可以说是偶像宣传的楷模。他通过这样一场偶然的曝光，把自己对程毅的喜爱和支持传达得淋漓尽致。这背后所展现的，不只是个人的情感，更是一种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时代下，粉丝对偶像文化传播的强烈诉求。程毅作为一个演员，靠的是作品和才华走红。他的做法就很直接，给偶像打广告，告诉世界，这是我喜欢的男人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行为，他代表的或许是当下越来越多粉丝的心态。今天的粉丝文化已经不单纯是喜欢了，而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喜欢。这种心态放大到整个粉丝圈，成了一种传播行为。现在的粉丝圈真是越来越活跃了，无论是微博、抖音、快手，还是各大社交平台，粉丝们的身影随处可见。偶像的一点动态，粉丝都能迅速反应并给出反馈。而这种反馈不仅仅是在网络上的点赞、评论和转发，甚至发展到线上线下的结合。像这次程毅的粉丝带着周边上央视，算不算是一个粉丝行为升级版？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偶像代言人模式，差不多是同样的逻辑，只不过这次的代言人是粉丝自己，不再是专业的代言人，甚至连广告公司都省了。你说这粉丝的努力也真是让人有点佩服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自嗨或者为偶像打 call， 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偶像营销活动。对于程毅的粉丝而言，看到自己的偶像被更多人看到，被更多人喜爱，那种满足感简直比上春晚还要强烈。这不仅仅是娱乐消费，也带有一定的文化自信，甚至还有点身份认同的意味。因为当大家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时，那份归属感和自豪感不是一般的强。另外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种行为有点像是粉丝文化的自我革命？不再是单纯的消费，而是主动去制造话题，创造热点，让偶像文化进一步流行化。这种从粉丝角度出发的偶像宣传，让偶像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，也让粉丝们的参与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毕竟，对于喜欢程毅的粉丝来说，他们并不是在单纯的追星，他们更像是参与到一个文化现象的传播中，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社交媒体和全民娱乐的时代，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早就不再是单纯的偶像单方面赋能，更多的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局面。
偶像的成功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成功，也是粉丝文化的成功。这种文化早已不局限于电视和电影，甚至延伸到了广告、时尚、音乐，甚至是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。而粉丝的力量正通过各种形式改变着娱乐产业的格局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诚意的粉丝行为会不会过于夸张？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其实，我想说，这种行为背后反映的正是粉丝文化逐步成为主流文化的一种趋势。从前，偶像和粉丝的关系可能更倾向于单向的崇拜，但今天的粉丝早已不满足于单纯的仰视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，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偶像推向更大的舞台。这种行为并没有对错之分，反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偶像文化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于圈内，它正在向外扩展，影响着更广泛的群体。而这种影响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行为，更是一种文化现象，它牵动着粉丝的情感，也牵动着公众的关注。而诚意的粉丝这次虽然是偶然成为了焦点，但它代表的却是一种趋势。那些热爱偶像的粉丝们也正通过这种方式，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偶像的事业中，推动着偶像文化的升级与传播。所以，你说这位粉丝是不是成功了？他可能没有想过这次央视的曝光会如此引人注目，但他的行为确实成功了，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诚意，也让更多人见识到了现代粉丝文化的独特魅力。